Hello， 大家好 ！Learn Chinese with music, sing Chinese with us。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的歌是《朋友》，你已经听过这首歌了吗？如果还没有的话，链接在下面。那今天我们就先来讲一下《朋友》这首歌的创作背景。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，有过泪有过错，还记得坚持什么？真爱过才会懂，为寂寞为维修，总有梦总有你在心中。朋友这首歌的演唱者是周华健，词作者是刘思明，曲作者是刘志宏。1997年这首歌出世，一发行就挤进了当年第4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中文前20。我呢是1996年出生，所以这首歌几乎就是陪着我长大的，从小听到大，传唱度比我难过还高，简直太经典了。挤就是说两个东西或者很多东西之间的距离很小，或者因为人很多而相互推啊，这种感觉就是挤，所以它可以是一个动词，你要去推别人来找空间，也可以做一个形容词，就说空间太小了。它也可以指竞争比赛很激烈，就是大家都在抢好的名次，也可以用挤。比如说哎呀，中国春节的火车站太挤了。这次运动会我们要挤进前3名。几乎是一个副词，就是差不多的意思。比如这个同学学习很好，他几乎每次考试都得满分。从小听到大，就是说从小的时候一直到现在长大，一直在听。那这个听呢，我们也可以换成其他的动词，就是说你从小一直到你现在变成了大人大孩子，一直在做这件事情。如果你要加一个 object 的话，我们可以把 object 放在前面，所以这个 structure 就是 object subject 从小 verb 到大。那比如说成龙的电影我从小看到大。好的，那经典，如果我们说一首歌、一部电影或者是一个事件、一件事情，它是经典，就是说这些东西啊，它已经变成了典型、有代表性的，而且不会因为时间被人们忘记，就是非常非常好的、非常棒的一些作品、一些事件。比如《朋友》这首歌就是一首经典老歌。就是它没有因为哎呀今年流行或者明年不流行而就被人们忘记了，人们想起它来还会觉得这是一首好歌。我的先生，我让他学习《朋友》这首歌的时候，他就一听他说这是一首好歌，他是外国人，他也是这样觉得。所以一个国家的经典或者是一个地方的经典，就是说可以被大部分人所接受的，都认为是好的东西，这就是经典。现在我们来继续介绍这个背景。词作者刘思明曾经介绍，他创作《朋友》这首歌是一次很难得的、可遇不可求的写作经历。1996年6月，我出生1个月以后，他在街上碰到了一群互相打闹的孩子，孩子们有说有笑的样子，让他想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好朋友们。这些年呢，他因为工作常常要在各地奔波，和朋友们聚了又散，散了又聚，但他们每次见面的时候还能相谈甚欢，友情历久弥新。所以他写下了《朋友》的歌词，而他的2位好朋友刘志宏和周华健也深有同感，所以赞美友情的朋友就这样诞生啦。难得、可遇不可求，这2个词都是形容词，用来说一件事情或者一个东西或者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儿、一个机会很不常见，很不容易实现或者不容易找到，是非常珍贵的。比如说一位好老师是很难得的，是可遇不可求的，你们说呢？
奔波这个词就是说你要不停的从一个地方换到另一个地方，要去别的地方或者再回来等等，就是不停的在旅游出差。聚了又散，散了又聚，形容人们聚在一起又分开，又聚在一起又分开，就这两个动作不停的变来变去。我们也可以用这个结构来表示其他的两件事情常常发生，比如放寒假以后，他每天就是吃了又睡，睡了又吃。有的时候呢，你也可以把又去掉，那就是吃了睡，睡了吃。相谈甚欢，这是一个成语，表示聊天聊得非常开心。比如我在 Instagram 上有一个小组，我和小组里的小伙伴们常常相谈甚欢。历久弥新，这也是一个成语，表示时间久了反而产生了新鲜感。朋友就是一首历久弥新的经典好歌。深有同感，就是说你感受到了与别人相同的情感或者体验。听了他的故事，我深有同感，因为我也曾经经历过差不多的情况。赞美，这是一个书面语，可以做动词，也可以做名词，用好听的话来说明别人的优点，让别人开心。那在母亲节这天呢，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赞美母亲的信息。诞生就是指一个东西开始存在，也可以指人出生，这也是一个书面语。比如我们常说在这家医院每天有100个婴儿诞生。好啦，今天我们就先说到这里，下一周我们再来继续讲歌词部分，还有歌词中体现出的文化信息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这个视频，欢迎点赞、留言，还有关注我的频道。如果你想巩固一下今天学到的知识，欢迎下载电子书来继续练习。好的，那我们就下周见吧，拜拜，再见。